主要季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棘纹古松它就会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在这个草边这样穿梭。飞行的时候你就看到一只像是一个橘黄色的那个昆虫在水面上飞，很漂亮那样子。以前要看棘纹古松，其实要开车开很远，可能开1个半小时才有办法观察。很高兴，好不容易很高兴的能在家旁边看到棘纹古松，想要就近观察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个工程是蛮失望的。我们在意的绝对不会只是单一物种，那它代表的其实就是紧邻我们身边的溪流生态系的功能丧失以及消失。走进台南关庙的一条小溪，台湾蜻蜓学会秘书长李宜龙正准备进行调查。这些河滨的一些植物水边的植物，它会延伸它的枝条或者是那个根系到水里面。那这样子的微栖地环境就会很适合一些水生物去躲藏，所以你就会看到有很多的蜻蜓就也会喜欢这样子的环境，这样子。蜻蜓目昆虫包含蜻蜓与豆娘。蜻蜓通常体型较大，复眼相连或间距较近。豆娘体型相对纤细，复眼分开，位于头部两侧。它们的共通点是，稚虫水菜必须在水中生活。在这条维持自然状态的溪流，随手一捞就能发现许多不同种类的水菜。那捞的时候有一个诀窍，就是我们就是由下往上捞。因为你从上面开始捞的话，它一被扰动它就下到就往下掉了这样子。毛好多好像蜘蛛哦。对啊，所以叫蛛蜓。可能是海神海神蛛蜓吧。每一种蜻蜓与豆娘都有各自偏好的水域环境。有一种特殊的豆娘棘纹古葱，特别喜欢这种流速平缓、以泥沙为底质的溪流。这刚羽化而已啊，还没有变那个，还没熟。那边有一只，有看到吗？比较大的特色就是它的那个脸有一个就是我们它头部的地方还有一个像是鼻子一样的凸起这样子，所以像在中国他们有时候会叫它叫鼻葱，它的翅膀会长于它的腹部。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大部分的豆娘身体都蛮纤细、蛮长的。长期关注溪流生态的台南社大研究员吴仁邦，对于这种迷人的昆虫也非常感兴趣。我们跟着他来到一处隐秘的观察地点。这里蛮近的，就前面就一只。我觉得最多就是这种赤竹林，然后大概一条不是太大的小溪沟，然后你会发现它两边的滨溪带其实都非常完整，大概光线有但是又不是太暗，然后几乎你看这样的溪流都是不是水缓慢，不然就是像这里刚好可能有这个横向的结构挡住，这边就像一个静止的水域，然后它就可以栖息在这里。那一边我找过，那边就光溜溜，就什么都没有。吴仁邦观察棘纹古葱的栖地要符合很多条件，一整条溪可能只有少少几个区域适合它们。那在这样的范围5、6只，以目前其他基地来讲的，其他有的基地来讲算多了。台南其他的点，大概有时候找很久，能够找到1只2只就已经算有收获了。相较于外观朴素的雌虫，成熟的棘纹古葱雄虫是鲜艳的金黄色。它们为了捍卫自身领域，一旦发现竞争者，就会升空展开对峙。有时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还分不出胜负。
最集中分布的地方大概就是云嘉南这些地方。那尤其这几个地方的台南台南的关庙新化这一带的水域啊的流域，他们的族群是最稳定的这样子。早年可能它的状况没那么差，可它最近几年的状况看起来是有逐渐的变少的这样子。吉文古葱的栖地通常紧邻河川中下游的聚落与农田，容易受到防洪工程影响。2023年，蜻蜓学会会员陈柏洲就在嘉义大林自家附近发现这样的情况。其实我观察吉文古葱是从西元2000年开始观察的啦。一开始去那个屏东五沟水那边看吉文古葱，后来吉文古葱因为五沟水施工了嘛，后来因为它施工的关系，整个那个五沟水的族群就消失了。然后好不容易在2022年的时候，知道我家旁边原来就有吉文古葱，可是没想到在2023年经过这里的时候，发现这个工程就这样子开发下去了。好的，你看水。当地居民表示，这里11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次严重淹水，家具和价值几十万的农机全都泡汤。对啊，这是在里面哦，因为以前的溪是10米宽，那现在20米，有加高啊，然后又加宽了。那你觉得这样子整治过后，未来淹水的机会会降低吗？不要再像11年前那个时雨量超过100啦，我觉得还是会淹的，因为你在做多高多宽，那个下雨下那么大也没用啊，但是至少不会淹，暂时不会淹啊。陈柏洲也是当地居民，深知这里过去的淹水历史。他认为治理工程确实有必要，但除了吉文古葱，西边的竹林还有保育类侏罗树蛙栖息，担心工程会对他们造成冲击。我们会希望说，那个在工程与生态保育之间能达到一个双赢的程度，而不是说你施工下去之后，这整个不要说是侏罗树啊，甚至是吉文古葱这个族群就因此消失。我们不希望不断的再重蹈覆辙这样的悲剧啦。嘉义县水利处回应，工程原本就有规划生态憩石沟、补植绿竹等措施。2023年年底，蜻蜓学会澄清后，进一步调整工程内容，加速冰溪植被恢复，包括在护岸上方设置刻土带、种植原生植物等等。这些做法对吉文古葱有没有帮助，还需要观察。近年，蜻蜓学会受林业保育署委托执行台湾蜻蜓红皮书调查工作，已将吉文古葱列为濒危等级。吉文会在这几年内消失那么快，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啦，就是很容易出现在聚落边或者是乡村边那样子。那常常都会有一些就是水利需求嘛，那水利需求它就会整治啊，那整治它就会影响到他们的栖息地这样子。然而，就在今年4月初，他们又接获通报，台南新化虎头溪的整治工程破坏了吉文古葱的栖地。你可以看到河道它已经被挖过一次了这样子，所以它溪水里面大概都剩下一些就是一些植物的残渣，然后跟一些黄土这样子。这些水岸旁边的这些植物或者是一些有机枯落物就会是它们一个很重要的产卵所。那它的水菜也就是稚虫幼虫，它就会住在这些根系或者是延伸到水里面的这些水草里面这样子。假设这些栖地再这样子被破坏的话这对他们的那个族群影响会非常大这样子。经过蜻蜓学会澄清，台南市水利局暂时停工，并在4月20号办理现勘。台南我们其实一开始还很放心，是因为台南的族群够大。可是当这样子工程越来越多的时候，吉文古葱的族群数量如果开始下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回不来了这样子。其实这个地方，新化社区跟新河庄这里，其实它历年来是一个淹水非常严重的区域啦。那所以其实这边的居民、里长跟民意代表都一直很期盼这个治水工程能够赶快的完成。
小啊淹啦吼，较大啦，你淹啊较小就淹较低安尼啦，啊，常常你来淹。在施工地点旁的新河庄，从道路的高差明显可以看出这里地势较低。桥上的堤防在10年前就已经加高到超过成人的高度，仍然无法避免淹水。台南新化区知义里新河庄附近这个区域，大约有30户人家，因为地势较低，几乎每逢大雨必淹水。洪灾过后，民众忙着扫水清淤，非常的无奈。后面遐堤防做好啊，嘿，啊伊即马就对水沟遐，伊遐水位到一个坎站，伊就关入来。我讲伊到这个我真爱惊死的，考到这上去迄只阮来几啊届拢安尼。迄看有悬无悬呐？啊，迄内面要搬对啦。那咧做大雨，拢在好啊，在惊。你若要来，我换袂离啦。啊，你感觉迄水是为倒来的？啊，溪啊。水哦，水溪啊溪啊。溪啊本起来啊。遐落雨，遐流落来，啊遐流落来，啊溪啊定鱼了淹。迄条溪无甲足宽啊。我们会让这边进行整治呢，主要就是以往因为这边都是两岸都是一个土坡的一个情况，只有少部分有人的地方有做一个护岸，但是这个护岸大部分都还是有高度不足，所以以往还是会发生溢淹的一个情形。所以当初的治理计划也是核定用一个拓宽渠道来新建护岸的部分来进行一个改善的一个情况。那希望让我们这边的一个保护目标达到10年的这个重现保护期距跟25年不易体的一个目标的一个部分。旁边的竹林啊，甚至有一些滑动的，我觉得这种民间团体认为，与其新建水泥护岸，应该优先考虑局部清淤，移除堵塞河道的竹枝。其实我也问过当地人，早期他们每逢雨季前，其实因为滨溪带都是赤竹林，所以他们其实就会适当的去把它做清理，就算大雨来水比较大的时候。其实水还是慢慢的会过，也不至于。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谈的是那种极端气候那种，真的每小时都已经超过100-200的那种极端气候的强降，那个当然我看那个就算你用治理工程也未必能够解决问题。4月部分包含下礼拜也会讲，所以我们先相关。水利局表示，当地没有防汛道路，大型机具必须借用私有地进出。如果未来每年都要定期清淤，有执行上的困难。光我们自己的小小的客车要进来就很困难，更何况是我们要清疏的一个比较大型的机具，而且我们一进来一次就劳动一次。定期的清淤可能清掉一些植被，或许会有影响。可是如果说它还是有很健康的一些植物的根系就是还长在这里面的话，那其实对脊纹骨松的影响其实是相较于整体工程来讲是不会那么大这样子。可是如果说像是工程那样做，它一次把那个植被都挖开，然后那脊纹骨松它没有喘息的空间啊。溪流整治该如何降低生态冲击？2017年起，行政院规定，中央补助经费超过50%的新建工程必须执行生态检核。蜻蜓学会指出，先前负责执行生态检核的工程顾问公司，就有建议优先进行局部清疏，避免水泥护岸。实际施工现况却大相径庭，要求揭露完整决策过程。然后这么多次的生态检核，你们一开始就知道有脊纹骨松的议题，有没有找脊纹骨松的专家？有石腹的议题，有高体旁皮的议题，有没有找鱼类的专家？中间的讨论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开会记录？然后这些生态检核的一些整个过程到底怎么回事？设计图到底在哪里？我们都没有看到啊！你们的资讯就是没有落实嘛，落实公开透明的部分啊。之前这一段我的理解现在单位他提出建议，我们当然还是要考虑我们施工的工程的属性啊。那他提出说低度开发，其实就算以清淤的情况来说，我们要清淤的深度其实有的部分达到1米或2米以上。那单纯做清淤的话，它既有的土堤其实没有办法承受。那这个部分深挖之后可能基脚冲刷，那也有可能对周边的聚落或者原来的护岸又造成进一步的危险。依据水利局现勘后新公布的资料，生态检核团队在2021年5月就说明这里是脊纹骨松的栖地。
建议针对蜻蜓等生物进行补充调查。不过工程细部设计6月就已经核定，虽然减少了约700公尺的整治长度，但8月补充调查完成后，并没有再调整工程内容。吴仁邦强调，生态检核的意义绝对不只是生物调查。生态后面2个字是什么？检核，所以它其实是要一直砍缝，一直砍缝，一直检核，一直检核，不断的检核，然后看看，是不是跟我们前面上一轮谈到的有没有一样？比较遗憾，台南市虎头溪这一件，坦白讲，就是似乎好像有一些环节就好像就没有被贯穿，然后没有被融合在那个进阶慢慢在推进的那个每一步里面，它似乎就是好像各走各的。把像那个如果说遇到大雨，它可能就已经。经过讨论，台南市水利局表示会将部分水泥护岸改成石龙。蜻蜓学会则提出重新评估河道冲刷情形，尽量减少工程介入，以及制定亲疏作业原则等诉求。我们最近几年在谈蜻蜓红皮书，台南这边关注的蜻蜓大概有个5、6种到10种，应该是没问题，而且很多东西是只有台南这边最多，甚至台南这边才有这样子。是，对，所以我们也很愿意把这些资料分享给水利局这边，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要关注的物种，因为工程的关系，或者是因为为了人类的关系而变少这样子。美浓爱乡协进会成员陈柏豪特地从高雄前来关心虎头溪整治案。他感叹，美浓的吉文古葱已经因为溪流整治工程越来越难发现。我们过去5、6年的调查，大概只剩一个地方确定会有，另外一个地方很不稳定，有时候有1、2年几乎已经都没有看到了。跟着陈柏豪来到一条美浓的野溪，原本长满刺竹和乔木的土堤，在2015年变成高高的水泥护岸，不仅让溪流变得难以亲近，吉文古葱也就此消失。这个护岸当初是挖很深，然后再做起来的。吉文古葱它所需要的环境不能太郁闭，但也不能太开阔。像这样子就是100%开阔的环境。这里完全没有植被嘛，所以白天阳光只要一晒，它的水温就会马上飙高。那冬天晚上一到没有阳光，水温就会马上降下来。它其实对这些生物来说，那个适应的挑战也会变得很严峻了。陈柏豪希望台南虎头溪的案例能让人们反思看待溪流的观点，因为美浓仅剩的自然溪流横沟也面临开发压力。这里连外就是那一个过水桥的路啊，重型的机具要进来非常的困难，所以这里的土地价值偏低。但这里又离市中心很近，所以它只要有一点点的公部门的预算，他们用治水的名义要求要有防汛道路，这里的交通就会跟市区一样方便，土地的价值就会变得很高。然后这边好像也是都市计划区吧？好了，这个是题外话，我们去找基文了。这一边看到几文的，你说在哪里？这一带，然后下游也有看过，在你眼前浮在水面上的竹子，右侧有2个侧枝，像这种土堤都是翠鸟筑巢的地方啊，因为土堤都被水利工程换成混凝土了，翠鸟钻不进去。这条维持自然状态的溪流，不仅有几文古葱，土堤上也布满翠鸟的巢洞。一些落下来的枯枝落叶拿走，整理出一个小小的步道，其实就是可以下来，轻松一个下午，可以抓鱼、摸虾，像刚刚就摸到黄金蚬。要维持这样的跟溪流共存的生活模式，它需要整体土地利用的思考跟检讨，它需要我们更去正视自然给我们的好处到底有哪些，
然后充分盘点完之后，我们才可以来评估不同的治水工程它的优点跟缺点在哪里。吉文古聪与台湾的平原野溪可说是命运共同体。未来它们金黄色的身影是否能持续飞舞在水边，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身边的溪流。